哇，这口感让我没想到。真的吗？那么好吃吗？我他妈等不是不及了。包裹你的味蕾，平均每一块都是这么大，鲜。餐馆有点像东北风格嘛，狂野。我觉得苦的我吃不了，因为我妈说了，我这孩子吃不了苦，是浇到米饭上，再一和，也是可以的。往嘴里一放，哎9.5分。好，我补那0.5，十分完美。完美。哎，洪斌，这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，这个是我们东南亚圈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歌我听过。好，来然后你去过泰国吗？没去过，没去过啊，我也没去过。但是泰国吃的我是知道，对有一些。在你脑海中，泰国菜第一个你想到的是什么？那个芒果糯米饭。哦，那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挺会吃啊。我想的第一个就是菠萝饭。啊，这我也吃过。泰国好吃啊！其实泰国的口味就是酸辣、咸、苦、甜这5个种口感是组成的，我查了一下，很有意思。在美国的泰餐更甜一些，更甜一些，偏甜哈。我估计为了迎合美国人口味吧。对，我没想到就是泰国菜会有苦在这里面，因为苦这个是不会一般人轻易往里放的，除了苦瓜啊，中国的菜。我觉得苦的我吃不了，因为我妈说了，我这孩子吃不了苦。所以才会这样子是吧？养得太好了，所以今天让你多吃点苦。这个我估计这个 papaya salad 会有一点儿，你待会儿尝尝看。哎，你们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是不是泰国传过来的 ？maybe 吃的苦。那你没吃过苦瓜吗？请问吃过苦瓜？我妈说了，我吃不了苦。好了，下次就带你吃苦瓜。这个泰国菜呢，其实它分在本国里面，它有5大菜系。它分5种，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，包括中国，只是不同地区它有不同的口味。但是呢，它比如说很有意思，比如说泰国，它跟那个，比如和马来相近的，它就偏跟马来菜很多就相近的，比如说它就用一些，叫什么椰奶。哦 ，OK。马来西亚的食物里面椰奶，吃那个芒果糯米饭就椰奶，对吧？它就是其实马来也有，它就靠近的，比如说和老挝靠，它就加青柠比较多，也青柠什么什么菜啊，美食都是文化的积淀嘛。对对对，相近，以及气候有很大关系。对对对，没错。那其实泰国菜里面它主要的原料很多，就是和鱼露。加鱼露，其实这个东西一开始我是吃不惯的，我也吃不惯，因为它有点腥臭。对，但是呢，这个味儿呢，一旦你吃习惯了，那就爱得不得了了。你觉得臭豆腐吗？第一次吃觉得天哪，说实话，第二次说天哪，这也太好吃了。因为刚刚说到这个辣度，它有1、2、3、4、5重辣，1到5。我今天没有挑战这个太 spicy， 你有挑战过吗？我应该不行，我就是一个正常人，所以我一般尝试就是 regular 的 spicy。什么意思？正常人就不能吃很辣的了吗？超级辣我已经受不了了。你看这个超级辣，海辣的这个泰式这个辣的，但我挺想试一下的。其实说不定你可以。我也觉得也可以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咱在这问问他，问他这个附近医院在哪。但是你要负责吃完了之后，你的嘴巴能说话啊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是，说实话，吃辣你也知道，最麻烦的是第2天。对对对对对，OK， 上下要保持通畅。哎，这话说哪儿去了？话说了这么多，不如我们一边品着一边说，好不好？当然了，我今天做好准备来的。怎么什么准备？我也做准备，我做功课了。我早上没吃饭，这是你的准备。太可怕了！我们要算算我们的 budget 能不能养得起你。红梅，你来一定要做好充足准备。我说行吧，早上差不多行了。要头天晚上就不吃，是不是过分了？其实我也没吃，这算不算也是准备之一？是冬阴菇汤嘛？冬阴功汤。冬阴功汤，对，我又说错了。我们点的。然后我们点的里面它有肉很多可以选，我们点的是里面是含虾的，然后还有很多的蘑菇。其实说白了，这个就是简称酸辣汤。对，9层塔在里面不用说了。我建议大家不要点 medium， 可以再小一点点辣，因为这个汤嘛，你做的太辣了有点辣嗓子，可以稍微再弱点，点最小的那个辣可能更好一些。吃到这个冬阴功里面的虾，好幸福哦！因为非常入味，对吗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菜，这是一个 papaya salad， 哇，一上来是这样，我以为是甜点呢，搞成了一盘凉菜。
它就我也觉得是这个它就是把那个 papaya 给弄成丝儿了，然后加了很多的他家的料，因为其实泰餐里面它就是酸甜咸苦辣都有几种料，它里面你看还有很多的青菜，这是很爽口的感觉，这不是一个东北的 dessert 那种感觉，因为拌三丝，对，给的不是给的量很足。哦，给的量很足。一般的头台比较小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也许它下面垫的那个菜，我们现在都有经验了，哦不能被轻易忽悠。Papaya salad， 哎，我不客气了啊，好，你从来没跟我客气过，所以先说一下会更好。好，好。好的，其实我觉得洪斌啊，还是应该客气一下的，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家都说女士为先，不然让我感觉到我不像个女士在你身边， Okay, 你懂吗？所以客气一下，只是凸显一下 I'm a girl。好 ，OK， 我懂了。如花貌美的如花，对我就是那个如花，你知道如花在网上很火吗？是吗？你说我啊？如花很火。哦，如花我对啊，很火呀，我知道。其实我比她更如花。哇，这道菜夏天吃，非常的爽口。又得说出我那个老话，解腻。和我想的帕帕也不一样，因为传统说木瓜沙拉，你得有木瓜呀，木瓜在哪呀？哦，原来是人家是青木瓜。泰国的木瓜和我们不一样，它不是说切开我们吃里面那个瓤啊，加牛奶吃，它这个木瓜应该是青木瓜，来青木瓜，这个就跟我们上次吃那个大香蕉一样，它是做菜吃，专门这个白的是对，这就是这道菜呢叫 beef jerky。beef jerky 叫老天，我不知道这个英文怎么发音。老天。老天才。老天。什么老天？老天爷呀，老天。为啥叫老天？他就是这么说的 ，LAOTIAN，beef jerky。没事，无所谓，牛肉，炸牛肉。这个就是一个牛肉干吧，如果翻译过来的话，关键是吃到尾部的时候，对，吃到快最后会有点咸，口味重，但吃到尾部的时候呢，非常非常香的牛肉干味就从后面冲到前面，让你充分包裹你的味蕾。但这个牛肉干夸张了点儿，这牛肉干也不是那种在国内吃的内蒙、西藏那种风干的牛肉干，它是那种不是南方制作那种牛肉干吃法，有点熏熏的那个腌制的味道，哇，很辣。这个是辣酱，这个辣椒应该就是那个超市卖那个，上面有个鸡，就那种塑料越南米粉经常吃的那个。我觉得是那个。这道菜挺好，搭配这个 papaya salad 非常合适，完美。这个菜应该叫就是这家菜的一个名字，再加鸡米花，一个 chicken nuggets。对，这个一上来我们俩刚才没找着名啊，不知道这是往哪儿安插鸡米花。比较小，这个很大，一般都这么吃。好，我们还是先尝吧，我吃一个。哇，这口感让我没想到。真的吗？那么好吃吗？我他妈等不及了。主要是之前吃的鸡米花，都是那种很瓷实的那种感觉，有鸡肉嘛，要么就是打成泥做的。哇，我第一次吃这个 chicken nuggets 会吃出弹牙的感觉，这个甜度就可以达7分了。这个啊，看炸完之后食欲满满，这个纹理也很好，外面是酥脆的，里面是特别滑嫩的鸡胸肉。我也好奇，这口感太好了吧？和我们传统吃的 nuggets 完全不一样。不对，这应该不是鸡胸肉，这应该是就拿肉打碎就做的。普通鸡胸肉哪有这么好的口感？再次证明人家厉害。这个菜怪不得这个受欢迎呢，这是他们家特色啊。反正里面有虾碎、鸡胸肉碎，打成泥，口感很特别，我觉得可以说能尝到淡淡的那个海鲜味。你像你吃干炒牛河，最重要的是锅气。锅什么？锅气。锅气应该是冒烟的时候吃是最好的，新鲜的。看看啊，我说这个餐馆有点像东北风格嘛，狂野、霸气、
相当的霸气。这牛肉多大一片？啊，这块让给你，让给你，你没有吃饭。不是，我嘴没那么大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我们摄制组是为什么那么宠爱你呢？把你送到我的身边来。哦，看到这么多的时候，我说不下去了，那我现在只能吃了。哎呀，我对你还挺好的。对，发现也不错不错。然后有3块大肉，你挺疼我的呀。这肉太大了，你看。好朋友。这肉贼大一块，像2个饿狼进城一样。哇，这个味道真的要值得说一下了。非常有层次感。刚一入口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进去，舌头一碰的时候，甜先有了，第一到位。第二个辣。进去之后啊，我不知道小时候你喜不喜欢吃，我最喜欢吃那个红烧排骨。红烧排骨，它那个香啊，你知道和各种料混在一块儿。在这儿第2口，我竟然吃出了红烧的味道，红烧肉的味道，排骨。小时候的那种味儿，这个和我们平常爱吃的中餐的干炒牛河太像了，就是再加一点九层塔的味道，加点辣味。我觉得有区别，我觉得有别。我觉得加点甜，加点辣，加点那个九层塔吧。可能，但是我觉得味道还可以更丰富一点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我没有吃肉，我只是单单吃的河粉呢。我的味道就已经全出来，它的肉香，它的这个红烧的香，各种香料的香。还有再说一下啊，这个泰国人做饭呢，他不是用干料。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做菜或者西方国家，他会用一些干制的料，但是他那个料全部都是新鲜的，他不用干制的。柠檬啊，各方面辣椒啊，全都是新鲜的鲜椒，所以它炒出来这个味道，它就是特别的鲜。这道菜挺惊艳，然后再说下一道辣。这个辣真的是干辣，这挺辣的，对，是干辣呀。这个没问我们有什么口感是几层，它就直接这么上了。我跟他默认就是 regular 就正常的。哦，你尝尝肉，你会发现肉没有面好吃。但我也想说啊，这个菜是以甜口为主，甜辣为主。大家如果1个人来吃啊，这1份菜就够了，又能吃饱，味道层次还多。好吃一下肉，最多点个头菜。这老板太良心了。它这个菜里面的肉，不是说有的大有的小啊，平均每一块都是这么大。刚才我还想说，这个肉要大口吃，但一吃进去真的是塞满了。哇，这个菜吃的，这个肉怎么也让我吃出有点牛肉干的感觉，不是硬啊，就是那个尾香特别好吃。首先这个菜。我认为喜欢吃甜口的和辣口的朋友不要错过，对，而且非常好吃，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主食。这个菜我个人觉得常吃和你打包带走天差地别。因为它是炒河粉嘛，你带回家之后都粘到一起了，就那个口感啊味道都会变了，就应该常吃。上来之后马上吃完，那人间美味。上面你看配新鲜的9层塔，这个拿起来我就吃了。我吃不了这个味道。我可以吃味道，但不可以直接吃这叶子，吃苦的孩子呀。鲜，哇，这个一定要配合它的米粉啊！这道炒河粉虽然把我辣的有点流鼻涕，但是我给它打分9.5分。好，我补那0.5，10分完美。10分啊，总得吃一个鲜的。这个是我们点的叫 brown 咖喱吗？对，棕咖喱它分很多的这个颜色，有绿色咖喱，有棕色咖喱，黄色咖喱。泰国吃咖喱是很厉害的，印度餐也是吃咖喱哦，很有名。这2个是一套的，它这里面是一个 pancake， 这2个是一个菜，一个卷饼。这个饼是卷起来吃的吗？还是就在旁边吃？不会是，就是可以卷起来，像那个卷烤鸭一样。你可以卷吧，我认为也可以个人就这么搭配着吃，就跟鱼头泡饼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泰国菜的口味其实挺重的，要么你觉得辣味很重，要么是的，是的，这个咸味很重。其实大家不知道，就是甜，如果它放多了就会咸，任何料放多了，它都会导致往咸的方向发展。因为我刚才说这个咖喱的味道，我刚品尝了一下，又让我尝到了小时候的味道。什么肉味道？大家小时候都吃过肉松吧？吃过呀，肉松就是那种感觉，肉松，然后就香香的，把和咖喱混合在了一起，甜甜的。
那种味道，就感觉吃到了汤制的肉松一样。这种形容准确吗？你小时候好幸福啊！真的啊又红烧排骨又是肉松。你不比我更幸福？我一点苦都不能吃，我们小时候还吃苦呢。我要刚才问服务员这个饼怎么吃？服务员说就是把它夹起来蘸着饼吃。作为一个山东人来了，对饼感兴趣。耶，大咱一人一半。你这个是，哎呀妈呀，你用手拿了。我没，我动这边。好，我拿叉子给你插一下。好，哎呀妈，你这一人一半。大半给再可以再撕。没有。尝尝这个。这饼应该就是超市买的那种速冻食品，能感觉到。然后先烙的，烙完之后直接蘸这个，非常好吃。你蘸一下，待会儿。只要有个大葱，再蘸个酱哈，是不是更好了？啊！我再说一下这道咖喱的这个鸡肉，已经炖得很软烂了。对，这个鸡肉到嘴里基本上入口即化，不夸张吧？就像拆骨肉一样。入口即化，不夸张吧？夸张。里骨肉，好吃。可以点一个这个，加2个饼，再来一份米饭，把这个咖喱汁儿浇到米饭上，再一和，也是可以的。往嘴里一放，哎呀，他们家只要你爱吃酸甜口味，来就对了，都是天堂。我感觉你吃的很过瘾啊，全都是真实表达，感情的真实流露。如果以我个人来说，我更喜欢河粉。我也是。投票。我俩的默契。本场最重要的一道菜要来了，我要点那道甜点，芒果糯米饭。在哪？要点。我要感慨一下，之前其实我也吃过好几个餐馆的这个芒果糯米饭，但他家是做过的是我见过最好看的，一般都是那切一排就完了。是的。他家先做个造型，别管是什么花我没看出来，但确实是一朵花，还有叶子。什么花你不知道吗？哦，喜花。芒果花。OK。喜花是我能让你当菜吃了吗？这还挺好看的。好。叫情不自禁。情不自禁就要拍一下。你说这个米饭为什么是绿色的呢？你猜一猜。不知道，但芒果虽然挺好，因为这个芒果你很难买到一个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OK。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马上转芒果去了，这样不露怯是吧？但是我会把你拉回来的。为啥是绿的？我告诉你的。为什么是绿的呢？因为黄和绿是最好的搭配，它好看。好，乌鸦飞过去了。有道理吗？或者它是不是用？我推荐这个菜啊，100%要点这个菜。你不点任何菜，来了只点这一个也得点这个菜，太好吃了。是的，是的。那我要说一句。我的想法是也不一定啦。如果100%的话，如果你又想吃饱又想吃肉，你可以点河粉嘛。加这个菜。好，也可以点。这个菜一定要点这个，这个菜好吃的。这个挺有意思的。花雕的也好看。还有功夫的。芒果买的很好，因为我爱吃芒果嘛。就这种又软糯又甜的芒果，其实不好买到的。你一般买的芒果，要么就是太硬，芒果味很淡，要么就是。再就是芒果里面的纤维很长很老，这样就不好吃了。这个没有，特别好吃。象牙芒。哇，你一个大男士吃起一个甜点，还这样子。账单来了。81。惊艳了。我以为得130呢。我以为得181呢，真的。因为我知道每个菜多少钱，我大概我就说。因为我们今天点了好多，我在想，哎呀。对，我先说一下，可能没拍进来。我们今天剩了好多菜，我们今天就为了尝试。我们打包盒要了7个呢。对，点了5到6个人菜，我们只有3个人，根本吃不完。你猜多少钱？你说了。还有自己。5到6个人的餐，我们今天剩了很多，剩了1多半。81块7毛5。You made my day。更多的菜系也是希望大家来到这家店，跟我们一起去探索。你们点了哪道菜好吃，请留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探讨，介绍给我们的小伙伴啊。或者不好吃。对，或者大家踩雷也。没错，不要忘了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。一键3连。一键3连，谢谢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留下你的脚印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